嗓子怎么了？在这用嗓子用的比较多，因为最近是最近配音嘛，这2天配音配的是大结局部分。大结局就是一念关山嘛，配那个结局的部分。结局那个地方，我就是当时被人绑架了嘛，一直喊救命呢。啊，宁远舟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喊救命，喊得声嘶力竭的，也没人救他。救命啊！救命！就一直喊。啊，所以当时配这一段救命的这些，一共喊了12个救命，啊，救救我！救救我！嗓子喊哑了啊，喊的嗓子现在消耗很大，所以这个大家多理解吧。被绑哪了？不都跟你们说了吗？一念关山的结局是男主被外星人抓走了。一念关山第40集的时候，一共40集嘛，第40集的时候是这个来了一个 UFO， 当时就出现在战场上，直接就是一道光圈给你圈住，直接就是一个那种就是类似光圈的东西给我捆住了。然后慢慢往上飘，飘的过程当中喊救命嘛，所以就是一直喊到那种救命啊，救命啊，啾飞走了，这是我的杀青戏啊，就被外星人抓走了嘛，所以等那个什么嘛，等2年关山的时候再飞回来，这样我就可以拍2部了，这是我跟那个导演商量了一个结局。导演也觉得非常的妙，所以结局就是被外星人抓走了，喊了20句救命啊，然后那个就这部戏我杀青，99999，一念关七啊，是的，10年就是这部戏呢，拍第2部叫做2年关山，3年关山，4年关山，就是这个属于就是一个那种类似像那种怎么说呢，连载小说那种剧，一共拍10年。10年江山，好吧，10年关山，啊，这样我可以演10部戏，就是等于就是签1部戏，给自己保证了一辈子的活儿。每一部的结局都是被抓走了，第2部再回来，这样男主永远死不了，永远活着。哎，这剧拍的就跟那个 iPhone 手机似的 ，iPhone 1、iPhone 2、iPhone 4、现在 iPhone 15了嘛都，15年关山。这个就属于一种就是最后拍到的1285年关山系列剧，太厉害了，可以传颂1000年的一个故事，可太厉害了啊！有朋友产女能聊吗？聊不了，没什么可聊的。是这样的，因为我拍完一念关山，我朋友们是这样的，我拍完一念关山啊，一念关山那个戏我拍的特别的，怎么说呢？因为他那个一念关山真的，就是你们也看路透也能知道，就是基本每天熬夜，给我熬的有点崩溃啊，熬的有点崩溃。然后呢，一堆打戏啊，就是反正一念关山拍的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比较对于我来说比较累的一部戏啊，但是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戏一个角色，否则我也不会那么的用心，那么的。也不敢说自己用心了，反正就是竭尽全力吧，啊，付出自己所有的能力和精力去付出于这个角色上，然后呢，也得对得起这些同组的演员，还有我们那个制片方啊，包括平台，所以那部戏拍的其实是挺累挺的啊，那个很累那部戏拍的，然后呢，拍完一念关山，我直接没缓几天我就进折腰了，折腰也是，折腰我以为就是我以为是一个那个我会稍微轻松一点嘛，因为很多故事线是围绕女主视角去写的，我以为我会轻松一点呢，结果发现也不轻松。所以呢，就是拍完那个一念关山，再又紧接了个折腰，然后折腰折腰其实拍的是也挺，就是基本也是每天都有戏，每天也拍的也挺满。啊，而且但那个都反正就是连着2部这种古装，而且戏份很大的这种的，我就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有点累。我倒不是讨厌这个累啊，我觉得累什么我都能承受，但我怕我自己的这个对这个古装戏的热爱淡去了。我怕我对古装戏的热爱淡去了，因为我有的时候一到现场
现场告诉我，宁哥今天得骑马，我脑袋都大。我一看到马，虽然我现在你们看那个路透，可能骑马也就是感觉好像是还行，但是每天一到现场，一看到那个马，我都犯怵，我心里压力层层涨。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一到现场，宁哥今天一会儿待会儿骑马上马，你得从那边跑过去。我一看，我当时心里就是特别压抑，我就想哭，我在现场就想哭，然后就特别压抑，我不想骑马，我怕死。然后呢，但没办法，就每天硬着头皮啊！你想想，每天硬着头皮就是在这骑马，别的戏还好，文戏什么都还 OK， 一到打戏，一到骑马，我就难受，因为我有阴影。骑马这一块，我家粉丝都知道，我以前第一次拍骑马戏的时候被马踢了，所以有阴影。虽然现在我也能骑，但是还是害怕。打戏是为什么呢？我上一部《一念关山》的时候拍打戏的时候脚骨折了，啊。脚骨折了，然后当时就是对打戏现在也有点害怕，脚骨折了。当时我因为我最近配音嘛，配音，然后当时我就说有的场次我直接一看我说啊，这个时候为什么他站在那不动？因为他腿断了，因为宁远舟脚骨折了，所以他走不过去了，他只能站在原地说啊那段词儿。但是还好是什么呢？当时一念关山基本上重场戏都拍完了啊，脚骨折的时候基本重场戏全拍完了，剩下一些就是那种小场次的，然后就是将就拍的，所以呢，这两部古装戏直接导致我就是有点疲惫了啊！我那种疲惫是心理上的疲惫，并不是说身体的疲惫，就是我有点就是一看到马头疼、害怕，然后呢一到打戏，一要我穿甲我就难受。所以我就想说，因为后来我拍折腰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本子来嘛，包括一些古装戏的剧本，有几个还挺好的，但是我都没接。我给自己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需要拍一部现代戏过一过脑子了，我得拍一部现代戏缓一缓我的身心了啊。就是我也不想接那么紧的，因为我专辑确实得做了。我这一阵儿，所以7月份和6月末这半个月就是把《一念关山》配音配了，把专辑做了，然后让我缓缓身体，缓缓脑子，然后再接一部现代戏，缓一缓我的这个身心，然后呢也去现代戏里去学点东西，啊，也学点表演方式，跟一些优秀的演员合作完之后，会学到一些东西的，再去偷师一些就是武功秘籍，然后再回来拍古装戏，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就折腰完事我接个现代吧。啊，接个现代戏，所以就找了一部就是很想合作的导演，包括演员啊，包括就所有的一切啊公司，然后拍一部戏，拍一部现代戏，缓缓脑子，也学点东西啊。我还是喜欢拍古装戏的啊，因为我后面啊不是没有，我可以说，就是后面肯定还是要接一些古装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拍古装啊，很喜欢拍古装戏，只是。连的2部《一念关山》也比较大制作，就是比较的这个比较的就是不能说史诗级，我只是讲说就是它的制作是很精良的一部戏，然后呢又接了一个折腰啊，就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再让我去拍我的那个脑子里和心里的那种能量已经消耗殆尽了啊，就我需要再充电，再回归到古装戏当中，回归到古装戏当中，